经济爆破上排位了，打了一晚上，输多赢少啊，发现太多玩家没有思路了。那么就先给大家介绍一个框架啊，后续细节再补充。开局就是手枪战，打得准就上沙鹰，打不准就上3连发。你要是想买点道具什么的话，那也可以，那就用 MW11最基础的。当然你非要降，你要说是你想买手喷那也行，对手稍微远一点，你就直接干瞪眼得了。第一回合一定要打赢，为什么？我一会儿会讲。那么怎么打赢？我先问一个问题。普通的经典爆破在3秒钟可以融化5个敌人，那么请问你手枪战拼的时候，你3秒钟能够融化几个敌人呢？就说你再牛逼，你也架不住人家人多，对吧？别人乱枪都能把你打死。所以说打手枪战5个人一定要抱团，而且输出的方向也要在同一方向，千万不要落单，落单你就要被群殴的。所以说手枪战想打赢，一定要说服队友5个人一起抱团，哪怕你是防守方，一旦火并一定要都在，这样人少的一定是吃亏的，一局就容易赢下来。那么赢下来之后有什么好处？看我左边的经济，500块钱就当扣掉，我去买沙鹰去了。当你第一回合赢下来之后，你第2回合的时候，哪怕1个人都没杀的时候，你都能获得2400块钱，3100减去200，再减去一个500嘛。那么最低2400块，你也能买一把 Type 19，而且多余400块钱，你还能买个护甲。那么相比之下，败方的话能买什么？省吃俭用，勉强能起个喷子，1500块钱的喷子，什么都买不起了，甲也买不起，道具也买不起。除了那个 98K 能打一点，其他的枪你觉得谁能跟 Type 19抗衡？而且你最低还能买25的甲，完全可以拿 Type 19的射程去欺负对面，明白我的意思吧？这个也是滚雪球的开始，而且太穷的时候你也不要指望去跑刀，一刀刀不死。护甲相当于是多了半条命，所以说几乎是局局必买的。当然你要是有钱，可以在下面背包定制啊，自己定制的刀当然是一下就能死的。他5场的话会清空经济，在第4场的时候他就会提醒你快花光所有经济，不要再省了。经济越好，你就能起自己专属的枪了。你想想，自己的枪用的舒服，还是系统给你配的枪舒服呢？前的时候不仅仅能买护甲，而且这些道具也能买。伤害道具的话可以买1个，战术道具的话可以买2个。所以说富裕的仗打得更轻松一些。这也就是为什么我让你们第1回合一定要打赢。他打赢了，雪球差不多就开始滚起来了。只要你不浪，稳住，这个雪球会越滚越大。因为输的那一方甲和武器它不可兼得的。第5回合重置之后，又回到手枪战了，这点一波就结束了。说打到拉扯最后一局啊，决胜局的时候，双方都会给1万金币的，就你就得快速武装自己。你要是手速慢了，他倒计时结束了，商店就打不开了啊。到时候你拿把手枪，你去跟别人干去。当然，如果说自己手上枪很贵的情况下，你可以选择保枪，或者说你把别人定制枪打掉了之后，你可以捡了别人的枪，也可以保下来。技能的话，大家都统一的是防爆1加上1根针，再加上1个进步，所以说半雷性价比不是特别高啊。在后几回合不要忘了买防爆哦。那么初步就跟大家分析一下这些。还有一件事，我们就长话短说，就是这个幽灵，这个枪挺帅，是个橙皮，是跟神话角色搭配的盘子，天44。这个父亲一开始我以为是个镰刀，结果它居然是战术近战里面的东西，就是说它跟唐刀是一类别的。这个整体中规中矩吧，毕竟是个成品嘛。然后人物专属的一个狗，一开始说跟莱尼有互动动作，我以为莱尼是个人，结果它是一条狗。我还在角色里面在搜那个来字开头的，结果还真搜了几个。队友冒犯，不好意思，我真不知道这条狗居然叫莱利。狗挺帅的。然后专属互动其实就是一个幽灵狗跟着你。我快速切枪那边有一个狗的那个按键，我按它它就消失了。这玩意儿仅自己可见啊，挺帅的。可惜我们爆破没有终极技能。升级呢，它就是一个个解锁，第一个就是手臂上的屏保，第2个就是多了一个面罩。黄金面罩，第3个就是专属处决，也就是说你一发出的这个角色还不算，你得升到3级才有专属处决。第4个就是战场箱子，第5个就是一个动作加上一个胡狼战机，这个是战场方面的。那么升到第6档就是这个技能了，第7档和第8档还有第9档就是变颜色了。不过第9档的话，它是可以变狗的颜色的。那最中间的就是这个最佳镜头了，也就是那个 MVP 的展示动作。看镜头来历，对，那里。第9档可以变3个色，白色的、绿色的、蓝色的。不过我觉得红色的狗还是挺有感觉的，其他的颜色的狗一般般吧，纯属我个人审美啊。大家喜欢的话，钱多的话可以搞一手。
好了，来到他的专属处决动作。你以为你能逃得了吗？真的帅，我就想试试布拉镰刀处决动作会不会变。但属实是我想多了，他镰刀还是掏出来了。好了，展示结束，溜了溜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遇到这张图，学会这套打法组合拳，轻轻松松击杀进前3。首先是主武器的选择，连续稳定的连发狙击枪。别给我提那个 SVD 了 ，SVD 一枪99，你起不起人？点50我就装了一个组织火力，直接打腰部也是一枪死的。因为组织火力只有5发子弹，万一你满了的话，你最好带个循环换弹，这样的话能够保证你的续航。架点的时候换弹是非常危险的行为，如果你非要用其他的狙击枪来代替的话，那你记住一条，不要带镭射就行。那么副武器你就可以随便选择了，因为副武器带一个能够远程补枪的就行，而且副武器要足够轻，这样的话方便你赶路。技能方面，奔跑加速、幽灵加上警觉，这3个是缺一不可的。首先一开始就是拿着我们最轻的副武器贴边跑到 K 点去。我注意到有些粉丝就直线跑过去，直接被几个人狙给抽了，你这不是活该吗？真是。别人如果以正常的速度，我们都是可以架到的时候，别人才跑进去的。别人扎针的话，我们就没办法了。但是也可以看到别人跑进去的残影。飞机这边的3个孔是给你提前反应时间的，然后不留这些孔的话，别人瞬间出来，你真的有点反应不过来的。下这个点的时候，注意听 B 通的动静，看警觉亮了。不过有 B 通的队友帮我们打掉了，我们就不用管了，继续架好。警觉的作用就是防止 B 通有人进步摸下来，毕竟别人进步的时候你是听不到的，但是警觉是可以克进步的。老老实实卡住这个位置就行了，因为这个线它贯通半个地图，想要这样一点，我们一定能看到。B 通要是想来人的话，警觉一定会亮的。这个时候要么主武器架，要么副武器架，我选择用副武器。解决掉 B 通的威胁之后，继续架好这个位置。我们身上带的幽灵，防止别人用小平板扫到我们这个位置之后，可以用地点雷或者说地点火炮来清我们。所以说在架的时候抽空还是得把防爆布在自己脚下，弹雷也可以提前布置好，防止有些警觉玩家直接提着刀过来推你。确定 B 通还有一个人呢，我们就直接摇人。大家完全可以选择跑或者说不跑。我刚跑是因为我刚刚手枪开枪了，不小心漏位置了。不跑的话，就像第一个人蹲着就行了，然后我们跳下来直接躲到垃圾箱后面处理 B 通的人。在这边架狙蹲起是最好用的，感觉到没什么威胁了，毕竟 B 通刚才只听到一个人声音嘛，然后再跑回 K 点架好 A 楼就行了。如果不是狙的话，这么远距离根本秒不了我们的。第一招就这么用，4杀拿下。那么第2回合提着刀直接到这个斜坡来，到这个树后面架着。因为 K 点对他们威胁太大了，他们要么从中路把你 K 点干掉，要么就是从 B 通，所以说他们 B 通冲的概率非常大，然后架好就行了。这个时候注意到5金没有人看，那么中路可能要进人，那就直接把 A 点队友摇回来一个，摇不回来的话就只能堵了。他中路如果漏的话，我们 B 点是必死的。加点狙就要耐心一些。这个时候注意到中路的弹道打到我 B 通来了，那么中路肯定是漏了，正好看到下面有一个在打我，干他。打掉1丝血，瞬间回去看 B 通，因为这点血的话，一般狙秒你不要怕，反正都是一枪的，你10滴血他也要1发子弹，你就算100滴血他也要1发子弹，顶多就是会不会多扛1发而已。这个时候注意到那个角落箱子后面有人，我们就直接又回到 K 点来架住。烂楼里架好这个位置，他只要进 A 楼，我们就能看得到，不用管他。我们没有带进步，不要乱动，动了的话会有声音，万一被别人听到就尴尬了。如果说你跟队友还有点沟通的话，那么就把他呼叫到5金来帮你，不需要他到处看，只需要在你听到别人动静的时候，让他起身过来帮你补枪就可以了。可以的话，让他直接趴在5金2，让他不要动就行了。然后就是默默的等待40多秒钟，他总是要来下包的，他是去 A 呢还是去 B 点呢？作为守卫方守住就行了，怎么下包是他的事情，没有必要去找。然后默默等到20多秒的时候，他终于现身了。4杀直接到手，稳稳拿下优势。这个地图我遇到一次用一次，非常好用的。溜了溜了，我们明天再见。